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很多外国朋友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学习汉语，以及学习汉语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对，这个话题真的很重要。我们知道现在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汉语感兴趣，但很多人觉得汉语特别难，甚至有点望而生畏。没错，汉语确实有它独特的挑战性。不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其实学习汉语并没有那么可怕，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而且我觉得很多外国朋友可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用什么资源比较好，所以今天我们会分享一些实用的建议和经验。对，希望能帮到正在学习汉语或者打算学习汉语的朋友们。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首先我想聊的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想学汉语，这个动机其实挺重要的。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觉得动机确实是学习任何语言的重要基础。有些人是因为工作需要，有些人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还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交了中国朋友或者有中国家人。对，还有一些人纯粹是因为觉得汉语很酷，或者想接触更多元的文化视角。不管是什么原因，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学汉语，会让学习过程更有动力。没错，而且不同的学习动机可能需要不同的学习方法和侧重点。比如说，如果是为了商务交流，那可能需要更注重商业词汇和正式场合的表达方式。如果是为了旅游，那可能日常对话和基本生活用语更重要。如果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化或者文学，那可能需要更深入的学习书面语和古代汉语。所以第一步，我建议大家先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学汉语，学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学习计划。说到学习计划，我觉得很多初学者可能会被汉语的4个方面吓到，发音、汉字、语法和词汇。你觉得应该从哪个方面开始比较好？我个人认为发音是最基础的部分，应该放在第一位，因为如果发音不准确，即使词汇量很大，别人也可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对，特别是汉语是声调语言，同样的拼音配上不同的声调，意思完全不同。比如妈、妈、妈、妈都是安妹，但声调不同，意思就天差地别。没错，所以建议初学者一开始就要重视发音训练，特别是声调，可以找专业的老师纠正发音，或者使用一些语音辨识软件来练习。我知道现在有些学习软件可以录音并评分，告诉你发音是否准确，这对初学者来说挺有帮助的。对，科技确实给语言学习带来了很多便利，不过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多听多说。可以听中文歌曲，看中文电影或者电视剧，甚至是儿童节目，因为他们的语言通常比较简单清晰。沉浸式学习确实很重要。我有个朋友就是通过看中国的综艺节目，学会了很多日常用语，而且发音也越来越地道。对，听力和口语是相辅相成的，多听能帮助你熟悉语音语调，为开口说打下基础。那说完发音，我们来聊聊汉字吧。很多外国朋友觉得汉字是学习汉语最大的障碍，因为和拼音文字完全不同，每个字都需要单独记忆。是的，汉字确实需要花时间去记忆，但其实汉字有它的规律和逻辑，很多汉字是由部首和其他部件组成的，了解这些构成规则会让记忆汉字变得更容易。对，比如水字旁的字大多和水有关，像河、湖、海等木字旁的字大多和树木有关，像林森桌等。没错，所以学习汉字时可以按照部首或者主题来分类学习，这样更容易建立联系，也更容易记忆。还有一个方法是通过了解汉字的演变历史和字源学来记忆。很多汉字最初是象形文字，了解它们的原始形态和意义，会让记忆更加深刻。这确实是个好方法。不过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先掌握最常用的几百个汉字就足够日常交流了，不需要一开始就给自己太大压力。
对，循序渐进很重要，而且现在有很多专门教外国人认字的 APP 和教材，可以根据使用频率来学习汉字，效果也不错。说到教材和学习资源，你有什么推荐吗？我觉得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教材很重要。对于零基础的学习者，可以选择新实用汉语课本或者汉语教程这类经典教材，它们的结构清晰，循序渐进。这些教材确实不错。对于自学者来说，带有拼音、英文翻译和练习答案的教材会更加实用。除了传统教材，现在也有很多线上学习平台和 APP， 比如 Hello Chinese、Duolingo、Pleco 等，它们结合了游戏化学习和智能评测，学习起来更有趣。对，还有一些专门的汉语学习网站，如 ChinesePod、Fluentu 等，提供了大量的视频和音频资源，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和兴趣选择内容。不过我觉得无论选择什么资源，最重要的是坚持使用并形成学习习惯。语言学习是个长期过程，需要日积月累。没错，坚持是关键。建议每天固定时间学习，哪怕只有15分钟，也比3天打鱼2天晒网效果好得多。说到学习习惯，你觉得应该如何安排学习时间和内容呢？我认为平衡很重要，可以把时间分配给听说、读、写4个方面，每天都有所设计。比如早上可以听一段中文广播或者播客，中午可以读一篇简短的文章，晚上可以写几个句子或者和语伴练习对话。这样的安排确实全面，不过我觉得也要根据个人的学习风格和目标来调整。有些人可能更喜欢集中精力攻克一个方面，然后再转向另一个方面。对，没有一种方法适合所有人，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式。我们刚才提到了语伴，这确实是学习汉语的一个重要资源，有真人交流才能真正把学到的知识运用起来。是的，找一个中文母语者作为语伴，可以极大的提高口语水平。现在有很多语言交换平台，如 HelloTalk、Tandem 等，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语伴。而且通过和语伴交流，不仅能提高语言能力，还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这对于全面理解汉语也很有帮助。对，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习俗和价值观，会让学习汉语变得更有意义，也更容易理解一些特定的表达方式和用语。比如中国人喜欢用吃了吗作为问候语，这在西方文化中可能会觉得奇怪，但了解了中国文化的背景，就能理解这种表达方式的含义和使用场合。没错，还有很多成语和俗语，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和文化背景，就很难理解它们的真正含义。所以我建议学习者除了学习语言本身，也要多了解中国文化，可以看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纪录片或者播客。或者直接去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这是最直接的文化浸泡方式。说到这儿，我想聊聊沉浸式学习的重要性。你觉得去中国学习和在自己国家学习效果有多大差别？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在中国，你会被迫使用汉语，每天都有大量的语言输入和输出机会，学习效率自然会高很多。对，而且在中国可以接触到最地道、最新的语言表达，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都是教材里学不到的。不过我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中国长期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创造一个小中国环境，比如参加当地的中文角活动，结交中国朋友，观看中文电影和电视剧等。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其实创造语言环境变得容易多了。可以关注中文社交媒体，参加线上中文学习社区，甚至可以和中国的语伴进行视频聊天。对，关键是要主动寻找使用汉语的机会，不要害怕犯错。语言学习的过程中，犯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进步的必经之路。说得好，很多学习者因为害怕说错或者写错而不敢开口或者动笔，这其实是很可惜的。
要知道，即使是母语者也会犯错，语言本身就是在不断使用和纠正中发展的。对，所以要有勇气去尝试，去犯错，然后从错误中学习，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语言能力。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学习方法和资源，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提到，那就是如何保持学习动力。毕竟汉语学习是个长期过程，很容易半途而废。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觉得设定明确可达成的小目标很重要。比如这周要学会10个新词汇，或者能够用汉语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等。对，小目标容易达成，会给人成就感，激励继续学习。另外，找到有趣的学习材料也很重要。如果总是死记硬背，很容易失去兴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内容。比如喜欢音乐的可以学习中文歌曲，喜欢美食的可以学习中餐菜名和烹饪术语等。还有一个方法是加入学习小组，或者找学习伙伴，互相督促和鼓励，一起克服困难。对，社交因素确实能增强学习动力，还可以参加一些汉语比赛或者考试，给自己设定一个外部目标和压力。说到考试，汉语水平考试是很多学习者的目标，你觉得备考 HSK 有什么好的策略吗？HSK 是评估非母语者汉语水平的标准化考试，分为6个级别。我觉得备考 HSK 的好处是它提供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内容，可以让学习更有针对性。对，而且现在有很多专门的 HSK 备考教材和模拟题，可以帮助学习者熟悉考试形式和内容。不过我觉得不要把通过考试作为唯一目标， HSK 考试内容有限，真正的语言能力远不止于此。没错，考试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检验，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能够自如地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和表达。说到表达，我想聊聊中文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很多学习者可能会发现，教材上学的内容和实际交流中听到的内容有很大不同。是的，这是很多语言都存在的现象。书面语通常更正式规范，而口语则更随意简洁，还会有很多方言和俚语。所以建议学习者要同时接触正式的书面材料和日常的口语表达，了解它们的差异和使用场合。对，比如在正式场合或者写作时，需要使用更规范的表达，而在日常交流中可以使用更口语化的表达。还有一点，不同地区的中文口音和用语也有差异。虽然普通话是标准，但在不同的地区，你可能会听到不同的口音和方言词汇。是的，这对初学者来说可能是个挑战。不过一般来说，先掌握标准普通话是最实用的，然后再根据需要了解特定地区的语言特点。对，就像学英语一样，先掌握标准美式或英式英语，然后再了解其他变体。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学习方法和策略，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深入讨论，那就是如何有效地记忆词汇。毕竟词汇量是语言能力的重要基础。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记忆词汇不应该是孤立的，而应该放在上下文中。比如可以通过短语、句子甚至故事来记忆单词，这样更容易理解和记住它们的用法。对，还可以使用联想记忆法，将新词与已知的词或概念建立联系。比如图书馆这个词，可以想象一个装满图书的房子。视觉化确实是个好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间隔重复系统，如 Anki 或 Quizlet， 它们可以根据你的记忆情况智能安排复习时间，提高记忆效率。对，科学的复习计划很重要。研究表明，在即将忘记之前进行复习，记忆效果最好。还有一点，学习词汇时要注意词的搭配和用法，而不仅仅是意思。很多词虽然意思相近，但用法可能完全不同。没错，比如看和看见虽然都有 see 的意思，但用法不同。我看电视是正确的，但我看见电视就不太自然，除非是指我看到了一台电视机。
对，所以建议学习者使用例句来理解和记忆词汇，这样才能掌握它们的正确用法。说到用法，汉语的语法也是很多学习者感到困惑的地方。虽然汉语没有西方语言那样复杂的时态和变位，但它有自己的特点和难点。是的，比如量词的使用，在英语中基本上只有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的区别，但在汉语中，不同的名词需要搭配不同的量词，如一本书、一张纸、一只猫等。对，还有词序的问题，汉语的词序和英语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时间状语、地点状语的位置上。没错，比如英语说 I went to Beijing yesterday， 但汉语是我昨天去了北京，时间状语昨天放在动词前面。所以学习汉语语法最好的方法是多看例句，理解句子结构，然后模仿和练习，逐渐形成语感。对，语法规则是死的，但语言使用是活的。通过大量的输入和输出，慢慢的就能掌握正确的表达方式。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学习汉语的方法和策略，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提到，那就是如何克服学习过程中的挫折感和倦怠期。这个问题很实际，学习任何语言都会经历高潮和低谷，特别是当你感觉自己的进步变慢，或者遇到难以理解的内容时，很容易产生挫折感。对，这时候需要调整心态和学习策略，可以暂时放下困难的部分，转而学习一些简单有趣的内容，重拾信心和乐趣。也可以回顾自己的学习历程，看看自己已经取得的进步，这样会有成就感，增强继续学习的动力。另外，适当的休息也很重要。语言学习是个长期过程，不需要急于求成。有时候放松一下，让大脑有时间消化和整合新知识，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说得好，还有一点，不要过分追求完美。即使是母语者，也会有不会的词汇或者表达不清的时候。语言能力是在不断使用和学习中提高的。对，关键是保持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享受学习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说到兴趣和热情，我觉得了解中国的流行文化也是学习汉语的一个好方法。比如看中国的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不仅能学到地道的表达，还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没错，流行文化是语言的活力所在，通过这些媒介可以接触到最新最地道的语言表达，了解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而且现在有很多针对外国人的中文学习节目和频道，如 CCTV 的学汉语、快乐汉语等，他们专门为外国学习者设计，内容生动有趣，难度适中。对，还有一些专门的 YouTube 频道和播客，如 Chinese Class 101、Chinese Pod 等，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资源和技巧。说到技巧，我想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效的学习方法，那就是音影跟读，就是听一段中文录音，然后尝试同步跟读，模仿发音、语调和节奏。这个方法确实很好，可以帮助提高发音的准确性和流利度。开始时可能会感到困难，但随着练习会越来越顺畅。对，还可以录下自己的声音和原音比较，找出差距，有针对性的改进。这些都是很实用的方法。不过我觉得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保持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没错，语言学习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需要长期的投入和坚持，才能真正掌握一门语言。说到长期投入，我想问问你，对于不同阶段的学习者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比如初级、中级和高级学习者应该分别关注什么？这个问题很好。对于初级学习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包括正确的发音、基本的语法结构和最常用的词汇。这个阶段可能会感觉进步很快，因为每学一点都是全新的知识。
对，初级阶段是建立信心的关键时期，建议多使用有声教材，跟着录音练习发音，多做口语练习，不要太担心犯错。到了中级阶段，学习者已经掌握了基本的交流能力，这时候需要扩大词汇量，提高表达的准确性和多样性，可以开始阅读简单的文章，观看适合自己水平的影视作品。中级阶段可能会遇到高原期，感觉进步变慢，这时候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学习和练习，比如专注于某个特定的话题或者技能。对，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入学习，比如商务汉语、医学汉语、旅游汉语等，这样会更有动力和成就感。到了高级阶段，学习者已经能够比较流利的交流，这时候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使表达更地道、更自然，以及如何理解和使用更复杂的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高级阶段可以尝试阅读原版书籍，观看没有字幕的影视作品，甚至可以尝试写作或者演讲，这些都能帮助提高语言的深度和广度。对，还可以学习一些成语、俗语和文学表达，这些能让语言表达更加丰富多彩。不过，无论在哪个阶段，都要记住语言学习的核心是交流和表达，而不仅仅是掌握规则和知识。所以要多创造使用语言的机会，不断实践和反馈。说得好，我觉得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学习汉语的方法和策略，但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学习资源和工具没有提到。你有什么推荐的吗？好的，我可以分享一些我觉得不错的学习资源。首先是字典和翻译工具。Publico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中文字典 APP， 它不仅有详细的解释和例句，还有手写识别和 OCR 功能，对学习汉字很有帮助。对， Pleco 确实很强大，还有 Google Translate 和百度翻译等在线翻译工具，虽然不是100%准确，但对于理解基本意思很有帮助。然后是学习平台和 APP，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 Hello Chinese Duolingo 外，还有 Chinese Skill、Memrise 等，他们都采用了游戏化的学习方式，让学习更有趣。对于想提高听力的学习者，可以推荐一些适合不同水平的播客和 YouTube 频道，比如慢速中文、中文聊天室等，他们的语速较慢，内容也比较简单，适合初中级学习者。对于阅读材料，可以从儿童读物开始，如小王子的中文版，然后逐渐过渡到简单的新闻文章和短篇小说。现在也有专门为外国学习者编写的分级读物，如汉语风系列等。还有一些线上社区和论坛，如 Reddit 的 Chinese Language 板块、Hinative 等，可以提问、交流学习经验，甚至找到语伴。对于想系统学习的人，可以考虑一些在线课程平台，如 Coursera、edX 等，他们提供了由知名大学和机构开设的汉语课程。还有一点，不要忽视纸质教材和练习册的价值。虽然现在数字化学习很流行，但传统的教材通常经过精心设计，内容系统全面，适合打基础。说得对，其实学习资源很丰富，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并且坚持使用。有时候资源太多反而会分散注意力，不如专注于几个质量高的资源深入学习。对，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另外，也要根据自己的学习阶段和目标选择资源，不要盲目追求最新或最热门的。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学习方法和资源，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深入探讨，那就是如何评估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效果。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定期自我评估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强项和弱项，调整学习计划。对，可以通过一些小测试或者任务来检验自己的能力，比如尝试用中文描述一天的活动，或者理解一篇简单的文章等。还可以录下自己说中文的视频或音频，过一段时间再回头看，这样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对，客观的评估工具也很有用，比如 HSK 模拟测试，或者一些语言学习 APP 提供的水平测试等。不过我觉得
最真实的评估是实际的交流效果。如果你能够顺利的用中文完成日常交流，理解别人的意思并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就说明你的学习是有效的。说得好，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交流和表达，而不是获得高分或者证书。对，所以建议学习者多创造实际使用中文的机会，比如和中国朋友聊天，参加中文活动，甚至尝试用中文写日记或者播客等。通过实际使用，不仅能评估自己的能力，还能发现需要改进的地方，形成良性循环。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学习汉语的方法和策略，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提到，那就是如何处理学习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理解障碍。这个问题很深刻，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很多表达方式和用语都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即使知道字面意思，也可能无法真正理解或者正确使用。对，比如中国人在表达感谢时常说谢谢，但在某些场合，特别是和亲近的人之间，可能会觉得说谢谢太生疏或者客套了。还有一些文化差异体现在交流方式上，比如在西方文化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被视为坦诚和自信，但在中国文化中，可能更强调含蓄和委婉，特别是在表达不同意见或者负面情绪时。是的，这些差异如果不了解，可能会导致误解或者尴尬。所以建议学习者不仅要学习语言本身，还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对，可以通过阅读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观看纪录片，或者直接和中国人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还有一点，要保持开放和尊重的态度，不要用自己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化的表达方式和行为准则。说得好，文化差异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多样性的体现。了解和尊重这些差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语言。对，这也是学习语言的乐趣所在。通过语言了解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路。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学习汉语的方法和策略，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深入探讨，那就是如何处理汉语的方言和地区差异。这个问题很实际，虽然普通话是官方标准语，但中国有众多方言，如粤语、闽南语、上海话等，它们在发音、词汇甚至语法上都有很大差异。对，这对学习者来说可能是个挑战，特别是如果你在一个方言区生活或工作，可能会发现书本上学的普通话和当地人日常使用的语言有很大不同。是的，这时候需要理解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场合的使用情况。一般来说，普通话在正式场合、教育和媒体中使用，而方言则在家庭和本地社交中更常见。对于大多数学习者来说，先掌握普通话是最实用的选择，因为它在全国范围内都能通用，而且有大量的学习资源。不过，如果你计划在特定的地区长期生活或工作，了解一些当地方言也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可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和文化。对，而且了解方言也能帮助理解中国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增加学习的趣味性。说到趣味性，我觉得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幽默和笑话也是很好的学习资源。通过理解中文笑话，不仅能学到地道的表达，还能了解中国人的幽默感和思维方式。没错，而且笑话通常包含了很多文化元素和语言特点，如双关语、谐音等。理解这些需要对语言有更深入的掌握。对，比如同音词在中文笑话中经常出现，如是和时、似和死等，这些在其他语言中可能没有对应的现象。所以建议学习者在掌握基础后，可以尝试理解一些简单的中文笑话和幽默表达，这不仅能增加学习乐趣，还能提高语言敏感。说到语言敏感度，我觉得理解和使用成语也是提高汉语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成语是汉语的精华所在，它们简洁精炼，却包含了丰富的意义和文化背景。对，成语通常由4个字组成，源自古代故事或者文献，使用得当能让表达更加生动有力。不过对于学习者来说，成语可能是个挑战，因为它们的意思往往不是字面意思的简单相加。是的，比如画蛇添足，字面意思是给蛇画上脚，但实际上是比喻做了多余的事情，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所以学习成语时，最好了解它的来源故事和使用场合，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对，而且不要试图一次性记忆太多成语，可以从最常用的开始，在实际语境中学习和使用。说到实际语境，我觉得理解和使用语气词也是掌握地道汉语的一个重要方面。汉语中有很多语气词，如啊、呢等，它们虽小，但对表达的语气和态度有很大影响。对，这些语气词在书面语中可能不太常见，但在口语中却非常重要。它们可以表达疑问、肯定、建议、惊讶等各种语气，使表达更加自然和丰富。比如你去吧和你去虽然基本意思都是让对方去，但语气和态度有微妙的不同。是的，这些细微的差别需要在实际交流中慢慢体会和掌握。建议学习者多听地道的对话，注意这些语气词的使用，然后在自己的表达中尝试使用。对，模仿是学习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特别是对于这些难以用规则解释的语言现象。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学习汉语的方法和策略，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提到，那就是如何利用现代科技和人工智能辅助学习。这个话题很有前瞻性，确实，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有很多先进的工具和平台可以帮助学习汉语，比如 AI 语音识别技术可以帮助学习者纠正发音，提供即时反馈。对，还有一些基于 AI 的聊天机器人可以模拟真人对话，提供语言练习的机会。虽然它们不能完全替代真人交流，但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工具。还有一些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个性化学习平台，可以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兴趣和学习习惯，推荐适合的学习内容和方法。对，这些技术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提供即时反馈和个性化指导，而且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学习。不过我觉得，虽然这些技术工具很强大，但它们应该是辅助手段，而不是完全替代传统学习方法。语言学习的核心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文化理解。说得好，技术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但真正的语言能力需要在实际交流中培养和检验。对，所以建议学习者合理利用这些技术工具，但也不要忽视传统的学习方法和真人交流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学习汉语的方法和策略，涵盖了从发音、汉字、语法到文化理解等各个方面。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我觉得我们已经讨论得很全面了，不过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学习语言是一个个性化的过程，没有一种方法适合所有人，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学习风格、目标和条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路径。说得好，有些人可能更适合系统化的学习，从基础开始循序渐进；有些人可能更喜欢沉浸式学习，直接投入到语言环境中；还有些人可能更喜欢通过兴趣爱好，如音乐、电影等来学习语言。对，关键是找到让自己感兴趣和有动力的学习方式，这样才能坚持下去，取得长期的进步。另外，也要有耐心和毅力，不要期望短期内就能掌握一门语言。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实践和反思。是的，要享受学习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语言学习不仅能帮助我们与更多的人交流，还能让我们了解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拓宽视野和思路。
说得好，学习汉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但只要保持热情和毅力，相信每个人都能取得进步和成就。对，希望我们的讨论能给正在学习汉语或者打算学习汉语的朋友们一些启发和帮助。是的，祝愿所有学习汉语的朋友们都能在学习的道路上取得进步，享受学习的乐趣，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这些分享对你学习汉语有所帮助。是的，无论你是刚开始学习汉语，还是已经有一定基础，希望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享受学习的过程。再见。再见。